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很多先锋都在期待着收到 Pi Network 清单9项认证，这一过程有时候会像等待 Pi B 映射迁移的顺序一样各不相同。尼古拉斯博士指出，每个人收到认证的时间不同。清单第9项认证包含4种不同的状态，每种状态都有其特定的迁移顺序和表现形式，那就是 Pi Network 核心团队关于评估结果迁移顺序的解释。通过今天的影片，我们不仅会了解这些细节，还会从区块链行业的角度出发，分析它对整个网络的影响。Pi Network 评估迁移顺序的背后逻辑。Pi Network 的核心团队在解释评估结果迁移顺序时，特别强调了迁移逻辑的合理性。很多人可能认为，评估的顺序应该是按照接收到评估通知的时间来排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Pi Network 的迁移顺序是基于评估完成的时间来排序的。这一点透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网络中，时间顺序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参与度和完成度。那么，为什么 Pi Network 会采用这样的逻辑呢？这是因为在区块链网络中，账户的质量和参与度直接关系到整个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Pi Network 希望确保每个账户都是经过严格考核和验证的，这样才能保证网络的长期健康发展。评估结果迁移顺序的详细剖析，我们先来看看评估结果迁移的几种具体情况，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Pi Network 的运作逻辑。首先是状态1，认证计时器显示跳动状态，时间大于92天，小于184天，这时清单第9项显示紫色，表示已经看到了 Pi B 迁移到钱包的界面，但正式迁移还在等待中。其次，状态2是静止状态184天，清单第9项显示紫色通过，这时已经通过了第9项认证，但 Pi B 迁移钱包的界面尚未收到。第3种情况是，认证计时器也是静止状态184天，但是前8项认证已经通过，第8项处于暂定通过的状态。最后一种状态是，认证计时器仍显示静止状态184天，也有显示92天的，收到了第7项认证，但认证结果尚未出来，当然了，也有没收到的。通过对以上4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Pi Network 的评估结果迁移顺序并非简单的按照接收时间来决定，而是更侧重于评估完成的顺序。这种机制确保了整个网络的公平性，无论账户何时参与评估，都必须经过同样严格的审核，只有完成特定步骤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实际操作中的评估过程，在实际操作中，不同账户收到评估通知的时间往往有所不同。部分账户可能在较早阶段就收到了第7项考核，但由于各种原因，可能还未通过第8项考核。而其他一些账户可能在较晚阶段才收到第7项考核，但由于效率和资源的优势，迅速通过了第8项，甚至准备好迎接第9项考核。这种差异意味着每个账户的进展速度是不一样的。而 Pi Network 的评估结果迁移顺序不仅取决于评估接收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完成考核的效率和质量。这种机制很好地体现了去中心化网络的本质，账户的表现和贡献决定了其在网络中的位置，而不是依赖于外部条件或简单的时间顺序。公平性与个人能力在评估中的重要性，在 Pi Network 乃至整个区块链领域，公平性都是去中心化网络的核心原则之一。不论账户何时开始评估，最终的结果都取决于其实际表现和能力，而不是参与的时间早晚。Pi Network 的这种机制确保了每个账户都有公平的机会在网络中获得相应的权利。大 logo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助记词已经恢复了新建，保持你畅通的网络就可以新建了。大家千万要记住，申请之后点复制下来，好好保存，不要忘记了。你此刻要是觉得自己的助记词泄露，
或者忘记了，或者无法再绑定，那都需要新建一个。记住，新建之后，记得在清单第3换成新的，清单第6也是需要新的助记词确定。有需求的就去看看，千万要记住，不能忘记了。助记词在 Web3 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更是你未来储存数字货币的地方，务必要重视，不可大意。尤其是以后你迁移了，那么就更重要了。目前依然有许多人不重视这个，这会带给你很大的损失。助记词是打开你自己钱包的钥匙，它相当于把银行卡和密码综合起来，组成一组英文，有24个单词。数字钱包是去中心化的，一旦忘记就会永久的丢失，无法找回。就比如比特就有 20% 的助记词被遗忘，其内的数字货币都进入了黑洞。多研究钱包助记词，从申请、保存、打开这3个维度去训练自己的熟练度，从复制，从一个一个输入进去，都尝试一下，熟悉之后才能熟能生巧。未来几十年大家都离不开这个的存在，所以多了解，多学习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主网之后就是节点在负责记账、交互数据，脱离中心化的服务器，全球数万亿的订单就需要节点来处理，而目前全球保持在线的不到30万个，也就是说这几十万个节点要处理每天数万亿级别的订单，越是往后安排，越是要被延迟，许多选择就在一念之间。专注自我提升，赢取未来成功。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区块链世界，每个先锋都应该专注于提升自己的能力，认真对待每一次考核，不要因为别人的进展而分心，毕竟最终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这种专注和投入将为你在去中心化网络中赢得一席之地，也为你在未来的区块链时代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未来，无论是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DAO， 还是去中心化应用程序 dApps， 每个先锋的价值都将被高度重视，而这种价值的体现正是来自于你现在的努力。 Web3 时代的崛起，机遇与挑战。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正在逐步迈入 Web3 时代。从2025年开始， Web3 将正式走进我们的生活。Web3 不仅仅是互联网的下一个阶段，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互联网架构，强调去中心化、用户主权以及隐私保护的核心原则。这一趋势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互动模式和商业机会，也为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然而 Web3 的崛起也伴随着巨大的挑战。对于那些仍然对区块链技术持观望态度的人来说，如果未能及时抓住这一波技术浪潮，未来可能会感到遗憾。在 Web3 时代，早期的投资和深入的研究将成为获取成功的关键，那些能够洞察其潜力并积极拥抱变革的人将受益匪浅。对于还在犹豫不决的人，我建议你现在就开始学习和探索 Web3 相关的知识，理解其背后的技术和应用场景。Pi Network 作为 Web3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参与的项目。这不仅将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还将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抓住机遇，迎接未来。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成功只属于那些愿意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无论是面对 Pi Network 的考核，还是即将到来的 Web3 时代，每个人都应该专注于提高自己的能力，抓住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只有这样，你才能在去中心化的未来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区块链世界中的一颗闪耀之星。未来属于那些愿意迎接挑战的人，而你将会是其中的一员。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内容，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动力。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区块链领域的知识和机遇。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